重申后，我主动把离婚协议放在了周泽宇面前，他看都没有看一眼，将协议书丢向一边。儿子的抚养权我不会给你，我不要抚养权。周泽宇抬眸，想通了，想通了。上一世，我因为舍不得丢下儿子，和周泽宇纠缠了大半辈子，直到儿子长大成人。可他结婚那天，却当着众人的面说道：“我希望我妈能够成全我爸和林阿姨。林阿姨跟着我爸这么多年太不容易了，我死都不要做作业，你逼我也没用。”8岁的周毅然趴在地上撒泼打滚，一副我做什么都奈何不了他的样子。而这样的事情每天都会上演，我要求他做完作业才能玩，我不让他看电视超过半个小时，我1星期才会允许他吃一次炸鸡汉堡。我会给他立下很多规矩，希望他可以养成好的习惯。可这样的习惯，在林雅琪出现那一天，彻底沦为了笑话。她控诉我，林阿姨从来不会要求我写作业，她只会带我玩，林阿姨也不会阻止我吃鸡腿。她说男孩子要多吃才能长高，我一点都不喜欢你。我希望林阿姨可以当我妈妈。上一世，哪怕我听到这些话很伤心，却还是选择了原谅。我以为她只是太小不懂事，等她长大了，就会理解我的用心良苦。我依旧逼着她好好学习，逼着她锻炼身体，合理饮食。长大后的她名校毕业，创立了自己公司，娶了门当户对的妻子。她结婚那天，主持人让她感谢自己的父母，她当着所有宾客的面对我说道：“我希望你能够成全我爸和林阿姨。林阿姨跟着我爸这么多年太不容易了。”台下的林雅琪哭得像个泪人，仿若这么多年她忍受的苦，在这一刻全都值了。而我站在台上，显得多余又可笑。妈，你从小逼我做我不愿意做的事情，要不是林阿姨在暗地里默默给我温暖，给我鼓励，我早就毁了。你和爸早就没有了夫妻感情，为什么还要霸占这个位置，让所有人都不开心？我不知道我是怎么失魂落魄地走出周毅然的那场婚礼的，我只知道我走出酒店后，就因为闯了红灯被车撞死了，然后意外获得了重生。看着此刻调皮捣蛋的儿子，我点了点头，好，不做作业。趴在地上的周毅然有些意外，他抬头看着我，你说的是真的？当然，我平静地说道。那我现在可以继续看电视吗？不仅可以看电视，还可以玩平板。那我可以一边玩一边吃薯片吗？周毅然得寸进尺地问道。随便你，你怎么突然对我这么好了？周毅然惊奇地问我。我笑笑没说话，养不熟的白眼狼，不配我真心对待，是不是怕我以后只喜欢林阿姨，不喜欢你了？周毅然一脸得意地说道。以后你想要什么，我都成全你。我一字一顿地说道，包括你最喜欢的林阿姨。满足了周毅然所有的无理要求后，他变得越来越无法无天。放学回家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玩平板，吃饭时也玩，睡觉都要抱着平板不撒手。如果晚上玩太晚了起不来，我也不叫他，让他睡到自然醒。醒来后想去学校就去，不想去我不强迫。平时他爱吃的零食，我统统管够，佣人都看不下去了，好心劝我，太太，你这样惯着小少爷，是毁了小少爷。怎么会呢？我讽刺地说道，我强迫他做不喜欢做的事情，才是毁了他。不过这样的日子没多久，周毅然异常的表现就让学校不满了。他班主任给我打电话，说周毅然在课堂上和老师对着干，还口无遮拦地说，我爸妈都不管我，你凭什么管我？不好意思，我确实管不了他，有什么事情你联系我先生吧。我把号码给了班主任，然后挂了电话，继续做美容。等我做完美容回到家时，就看到常年不回家的周泽宇出现在了大厅。他脸色难看至极，声音带着嘲讽，沈西，你手段真是越来越高明了，为了让我回来，居然都开始利用儿子了。我确实想要让周泽宇回来，毕竟我给他打电话根本没用。我已经不记得从什么时候开始，我和周泽宇变成了现在这样敌对的关系。我们分明是自由恋爱，自愿结婚，同甘共苦，共同创业的。公司稳定后，我退居二线，选择了在家相夫教子。我把太多的精力花在了儿子身上。当发现周泽宇有些不对劲时，周泽宇已经精神出轨了，对象是公司来的实习生林雅琪，20岁，青春活力娇嫩。我无意间看到了周泽宇和他的聊天信息。周泽宇说，你让我想起了我妻子年轻的时候，那时的她也像你这般清秀可爱。那现在呢？林雅琪问，还发了一个好奇的可爱表情。现在她发T了，有时候和他亲热都会觉得有点腻。我没想到我在周泽宇心目中是这样的存在。那一次我闹得很厉害，只觉自尊受到了前所未有的侮辱，非要和周泽宇离婚。周泽宇没同意，他解释说只是逗小姑娘玩的，让我别上纲上线。双方父母也都来劝我，说孩子才2岁，让我看在孩子的份上，这一次就不要和周泽宇计较了。周泽宇也发誓以后不会和林雅琪来往，还立马将他开除了，以表示自己对我的忠心。何况当时的周泽宇确实没有和林雅琪发生实质性的关系，所以最终我选择了原谅。我甚至开始反思自己是不是确实一门心思在孩子身上，从而忽略了周泽宇，忽略了自己。我试着改变自己时，周泽宇身体出轨了。我收到林雅琪发来的他和周泽宇上床的照片时，我正在医院照顾发高烧的周毅然。周毅然突然高烧惊厥，我急急忙忙地把他送来医院后，给周泽宇打电话。他满嘴不耐烦，够了沈西，我只是在外面商业应酬而已，
你别总找各种理由逼我回来。我一个人在医院守着周依然，半夜收到林雅琪发来的照片，露骨得很。她说，周总说你减了肥也丑，没我娇嫩可爱呢。那一刻我才知道，原来男人出轨就是出轨了，没有精神和身体之别。我再一次和他提出了离婚，周泽宇没再拒绝，但周依然必须归他。可那个时候对我而言，周依然就是我生命的全部，我把所有的爱都倾注在他的身上。他也不过3岁，满心满眼都是我，没有我在身边，他吵到天亮都不会睡觉。我没办法丢下他，我也想过上庭争取孩子的抚养权，但这些年我一直没有工作，争不过周泽宇，我们之间的婚姻就这么一直纠缠着。他一直不放弃抚养权，我一直坚持要抚养权。后来周依然长大了，我好像也习惯了这种破破烂烂的婚姻。有时候习惯真的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明明我恨死了周泽宇的出轨，最后却还是和他过了这么大半辈子。好在老天给了我一次重生的机会。我拉开抽屉，平静地把离婚协议书递给周泽宇。他看到协议书的那一刻，笑得尤其讽刺。沈西，我以为你想通了这么久不闹了，现在又开始了。你到底还要怎么样？每个月给你的钱不够吗？不够，我回答。你要多少？周泽宇很大方地说道。公司1半的资产。你想什么呀，沈西？精神失常了是不是？周泽宇火冒三丈。公司是我们一起创立的，属于婚后共同财产。我问过律师了，有1半理所当然是属于我的。然后呢？周泽宇不耐烦地说道。除非离婚，否则这都是婚内财产。所以我现在不是在离婚。我示意他看离婚协议书。周泽宇冷笑，不以为意地把协议书直接扔在了一边。儿子的抚养权我不会给你，我不要了。周泽宇抬眸，想通了，想通了。周泽宇不耐烦地重新拿过旁边的离婚协议书，认真看了起来。除了我该得的财产，我1分没有多要。同时主动把周依然的抚养权给了周泽宇。周泽宇眉头皱得很紧，他放下协议书。沈西，你可别后悔，主动放弃抚养权意味着没经过我的允许，你不能和儿子见面。我知道，一旦离婚，我不可能再和你复婚，哪怕为了儿子也不行。周泽宇威胁，签字吧。我不想和周泽宇废话，要不是一直见不到他，我重生后第一件事情就是找他离婚。周泽宇看我态度坚决，他潇洒地签下了他的大名。沈西，这都是你自己做的，如果不是你一直这么逼我，看在儿子和我们曾经多年的情谊上，我能让你做一辈子周太太，是你自己不懂得珍惜。谁稀罕稀罕吧。我无所谓地说道。上一世和周泽宇维持婚姻，从来都不是为了周太太这个位置，纯粹只是血缘的羁绊。收干净你的东西，从我家滚出去。周泽宇将签好的离婚协议扔给我，行李我早就收拾好了，就等和周泽宇离婚。我转身上楼，周依然也是跟着周泽宇一起从学校回来的。据说老师让他在家反省2天再去学校，他一直躲在角落偷听我和周泽宇谈话，看到我离开，连忙跟了上来。你真的要和爸爸离婚了？周依然问我，高兴吧？我一边提着我的行李，一边淡淡的说道，以后再也没有人管你了，你可以做你想要做的任何事情，你就不怕你和爸爸离婚后没有人再要你了吗？你听谁说的？没人要我。我好笑的看着他，奶奶和爸爸都说过。周依然一脸坦然，说你配不上爸爸，说你和爸爸离婚后就没人要了，你根本不敢和爸爸离婚。我听笑了，周泽宇什么样的人，我早就看透了。我没想到他妈也这样，平时装出一副老好人的样子，在我面前说他儿子这也不对那也不对，说我带孩子辛苦了，原来背地里不过是把我当他孙子的免费保姆。当然也不重要了，以后都是些无关紧要的人，你只要以后真的不再管我，也不管爸爸和林阿姨，我就去帮你给爸爸求情，让他不和你离婚。周依然和我谈条件，不用了。我摸了摸他的头，温柔地对他说道，以后照顾好你自己，因为以后他的成长就和我再也没有关系了。我拖着2个大行李箱离开，头也没回。我搬去了我提前就找好的精装房，在 A 大附近。我准备考研，重新进修自己。我和周泽宇是大学同学，为了陪他创业，我放弃了保研的资格。后来创业成功，有了儿子，我又把重心放在了家庭上，心里一直有个遗憾，没能读硕，没能读博。重生一世，我深刻地体会到，人得为自己而活，没有人会和你感同身受。搬出周家别墅后的第2天，我看到林雅琪发了朋友圈，当初是她主动加的我，公司的周年庆，我陪着周泽宇一起出席。林雅琪说我的耳环很好看，就主动和我加了微信，然后问我要了链接。后来林雅琪真的有了一对和我一样的耳环，只不过不是她买的，是周泽宇送她的。而今天她的朋友圈内容，贫穷限制了我的想象，这么大的后花园是用来踢足球的吗？附上了一张周家别墅后花园的照片，目的当然是昭告天下，她已经正大光明的和周泽宇在一起了，再也不是见不得人的小三了。我反手给他们点了个赞，婊子配狗，天长地久。我刚点完赞，林雅琪就主动私聊我了，沈西姐，你应该不会介意我发朋友圈吧？是泽宇飞让我发的，说这么多年委屈我了。林雅琪为了刺激我，时不时就会发来一些她和周泽宇的亲密照片，或者写一段周泽宇有多爱她的文字，然后算准时间撤销，附加一句不好意思发错了。
我曾经也确实被他这些操作气得失去理智，和周泽宇大吵大闹。最后的结果就是我和周泽宇的关系越来越差，他基本不再回来，就连周逸然过生日也是带着周逸然去和林雅琪一起过。而每次周逸然去了林雅琪那里，都会说林阿姨对我真好，她又温柔又漂亮，我想让她当我妈妈。现在回想起来，我都不知道上辈子我是怎么忍下来的，好在伤得很深，所以没有一丝留恋。我笑着回复，怎么会呢？我不是还给你点赞了吗？你是做给泽宇看的吧？林雅琪认定我和周泽宇离婚，只是在赌气，我不想搭理了，没必要浪费时间在这种人身上。正准备把林雅琪拉黑，他又发来了信息，有件东西你忘记收走了。不可能，我每天都有检查，绝不可能落下任何东西。林雅琪随后发来了一张照片，是一盒避孕套，我大方回复，送你了，都过期了。林雅琪发了一个嘲笑的表情，又补充，几年前的东西都没用完，泽宇在我这里每天都要用好几个，买都买不及，那不正好吗？我不要的垃圾，你喜欢回收也算废物利用了。我异常平静，你骂谁垃圾呢？林雅琪被我瞬间激怒，她正在疯狂输入时，我直接把她拉黑了，眼不见为净。屏蔽了林雅琪后，朋友圈明显清爽了不少，没了外界打扰，我也全身心地投入到了我的考研准备中。直到1个月后，我突然接到了周泽宇的电话，他劈头就问，沈西，你躲哪里去了？不想离婚你装什么装？现在晚了。我才想起今天是离婚冷静期的最后一天，该去民政局领离婚证了。我马上到民政局来。挂断电话，我1秒都不敢耽搁，一脚油门直接开到了民政局。周泽宇看着我出现，脸上带着讽刺的笑。之前去民政局登记离婚时，我们约好今天上午10点准时到，现在已经12点了，民政局工作人员都下班了。周泽宇轻蔑道，沈西，当时你让我签离婚协议的时候，我就说过后悔了也没用，你今天耍什么花样？这婚都必须离。好，我一口答应，我还得感谢你，要不是你主动让位，我还不知道林雅琪年纪轻轻就这么会照顾小孩。以前你照顾儿子时，家里鸡飞狗跳，可林雅琪来了之后，儿子乖得不得了。周泽宇炫耀，那真是恭喜你娶了一位贤内助了。还在嘴硬，周泽宇不屑一顾地说道，看你能坚持到什么时候，拿到离婚证那一刻。我暗自松了一大口气，真怕因为我耽搁了时间，周泽宇对我没有耐心，转身就走了。而我实在不想再在他身上多浪费一点时间。沈西，周泽宇在身后大声叫我，因为我离开的脚步很快，从今往后我们就再也没有关系了。你要是后悔了，我开着车扬长而去，听不了周泽宇多说一个字。恢复了自由身之后，我学习动力更足了，每天除了拼命看书，还会坚持锻炼身体，不能让自己像上辈子那样一身都是毛病。大半年后，经过不懈努力，我终于成功上岸。这期间，周逸然给我打过电话，他支支吾吾地问我，妈妈，你有没有想我？我诚实地回答，没想，因为妈妈很忙。今天是我9岁的生日，他似乎有些失落，生日快乐。我笑着祝福，你不想陪我过生日吗？你爸爸说过，没有他的允许，我是不能单独见你的，那你不能求求爸爸吗？周逸然有些激动，不能，你为什么一定要和爸爸赌气？其实爸爸，不说了，我还有很重要的事情要做。我主动挂了周逸然的电话，这是以前绝对不可能发生的事情。每次和他通话，都要等到他挂了电话，我才会放下手机。看吧，其实没有什么是不能割舍的，只要够失望。我读研后的某个深夜，突然接到了周泽宇的电话。我没拉黑周泽宇是因为我觉得他绝对不会主动来找我。事实上，离婚1年多了，他也确实是一个合格的前任，跟死了一样。睡得迷迷糊糊时，我也没有看来电是谁。喂，沈西，我不会再给你机会了。那边传来周泽宇冷冰冰的声音。啊，我莫名其妙，这人中邪了吗？林雅琪怀了我的孩子，我要和他结婚了。他很骄傲地说道，恭喜啊。虽然半夜被吵醒很烦，但还是礼貌性地给予了祝福。周泽宇似乎冷笑了一下，然后挂了我的电话。我本来也没有当一回事儿，如果不是我收到了周泽宇和林雅琪的结婚请柬，我怀疑给他们发错了。可是请柬上写着我的大名，当然也不是说他们请了我就要去，我直接把请柬扔了。结果当天周逸然给我打了电话，妈妈，你为什么还没到？到哪里？我一时没有反应过来。爸爸和林阿姨的婚礼酒店，我没说要来啊，可是爸爸不是给你发了请柬吗？我一大早就来给你占位置了，你为什么不来？周逸然的声音已经有了哭腔，我内心毫无波澜，只淡淡的说道，我还有我的事情，来不了，谢谢你帮我占了位置，现在把位置让给其他人吧。说着，我就打算挂电话了。那些事情比我还重要吗？周逸然很崩溃的问我，我想了想，很认真的回答，对，比你还重要。你一点都不重要了。拒绝了儿子后，周泽宇又打来电话，沈西，我和林雅琪结婚你不舒坦，你把火发在儿子身上有意思吗？什么？我莫名其妙，你刚刚骂儿子什么了？他现在一直在哭，我没骂他，我解释，你少狡辩了，就是见不得我娶了林雅琪，所以拿儿子撒气。这一刻，我的母语是无语，承认了吧？周泽宇看我没说话，冷声道，现在晚了，你后悔也没用，我祝你和林雅琪百年好合。挂断电话后，我就把周泽宇也拉黑了。
本以为周泽宇和林雅琪结婚后，我们之间就更不会再有交集。结果不到1个月，周泽宇突然出现在了 A 大校门口。当时我正从实验室出来，和师兄一起离开学校。一路上我们都在商讨着实验室的数据，蓦然就看到了周泽宇带着周逸然在大门口等我。他怎么知道我在读研的？周泽宇看到我那一刻，眼神放在了我旁边人的身上，我仿若看到他眼底带着一些愤怒，又仿若是错觉。他阴阳怪气地说道：“我就说为什么儿子都不要了？原来是有新欢了。沈西，对方知道你结过婚，还有个儿子吗？”我知道。我还未开口，师兄陈哲成就主动回答道：“听说他前夫还是个渣男，你认识吗？”我没忍住笑出了声。周泽宇脸都黑透了，他冷冷地说道：“我找沈西有事，意思是让陈哲成自己离开。”陈哲成没搭理他，而是问我：“有麻烦吗？”“没有。”我冲他笑了笑：“你先回去吧，我一会儿自己回去就行。有事给我打电话，我帮你报警。”“好。”陈哲成离开，走都走远了，这么难舍难分。周泽宇讽刺。我收回视线，看着他：“找我什么事？把我拉黑有意思吗？”周泽宇反问我：“没关系的人留着做什么？”我淡淡的说道：“你连你儿子都不要了是不是？”我看了一眼周逸然，周逸然眼巴巴的望着我，我笑了笑：“是他不要我的，而我尊重他的选择，我没有不要你。”周逸然连忙开口说道：“我想和你永远在一起。”我走向周逸然，看着他明显长胖了好多，笑着说道：“你忘了吗？是你亲口说的，你希望林阿姨做你的妈妈，现在她真的当你妈妈了，你不应该很高兴吗？”周逸然眼眶红红的，咬着嘴唇，似乎很难受。周泽宇也不再拐弯抹角，雅琪怀孕了，患有孕期综合征，很容易激怒。医生说她需要一个安静的环境养胎，所以这段时间儿子要住在你这里。可我很忙，实验室工作量很大，没有时间照顾他，而且我也要准备考博的资料了。我很为难地说道：“你读个破书，比儿子还重要吗？”周泽宇听我这么一说，一下就怒了：“一把岁数了，读出来能有什么用？能赚几个钱？我分的财产还不够你这辈子用吗？”“沈西，你在这里装什么装？”我不想和周泽宇吵，但有些人真的很容易蹬鼻子上脸。我深呼吸一口气，问他：“周泽宇，我们在一起这么多年，我有做过对不起你的事情吗？你突然说这个做什么？”周泽宇有些暴躁：“我没有做过对不起你的事情，我甚至对你对儿子对以前那个家尽心尽责。现在我们离婚了，抚养权是你非要的，儿子也说他更喜欢林雅琪，我成全了你们所有人，现在我过我自己的生活，我有错吗？我什么时候说你有错了？那你为什么要来质疑我读硕考博？现在不是关键时期吗？你就不能为了儿子稍微牺牲一下？”周泽宇说的理所当然。牺牲？我冷笑着问他：“为什么一定要我牺牲？当年我们一起大学毕业，你说你需要我和你一起创业，让我牺牲保研的资格。后来创业成功，我们有了儿子，你说让我牺牲事业回归家庭。再后来我们离婚，我也如你所愿，牺牲了儿子的抚养权。我越说越觉得好笑。到现在你有了新的家庭，不要儿子了，又要我牺牲自己去成全你的幸福。周泽宇，你不觉得你很无耻吗？我什么时候说不要儿子了？我说的是在林雅琪怀孕期间，暂时由你帮我照顾一下儿子，抚养费我双倍给。”周泽宇被我说的有些破防了，情绪越来越激动。万一林雅琪怀孕了，又患上了产后抑郁症呢？抑郁症好了，又患上了神经衰弱呢？这世界上这么多病，总能找到一个两个适合自己的。我淡淡的讽刺：“雅琪不是这样的人，她对儿子很好，视如己出。”周泽宇坚定地说道，自然也听出了我的言下之意。既然如此，儿子又怎么会影响到林雅琪养胎呢？这不自相矛盾吗？周泽宇被我说的哑然，一时沉默。周逸然突然难受地问我：“妈妈，你真的不要我了吗？”他已经10岁了，很多话他其实都能听明白了。没有不要你，只是因为你有林阿姨当你新妈妈，我很放心。我对周逸然温柔地说道。以前为了让周逸然能够好好学习，我总是扮演恶人的角色，现在对他没有任何期待，就绝对不再说一句重话。可周逸然似乎不满意了，他说：“妈妈，你别对我笑，你这么笑，我觉得你都不爱我了。”我摸了摸周逸然的头，我怎么可能不爱你呢？我只是不想再让你做你不喜欢做的事情，免得长大后毁了你。行了，沈西。周泽宇不想再听我阴阳怪气，估计也觉得自尊受损，毕竟这么多年，他可从没有在我身上吃瘪过。他拉着周逸然愤怒离开时，还不忘威胁道：“你既然不管儿子，我也不求你了，以后你也别想儿子再认你。”我耸耸肩表示不在乎，反正不管我怎么对他，他长大了也不会认我，只认他的林阿姨，我何必要去没苦硬吃呢？我认真过好我自己想要的生活，哪怕每天都很累，但很快乐，很有成就感。原来对自己好，真的可以过得很好，如不是偶尔被人打扰。今天我做完一组实验数据后，看着关了静音的手机上10几个陌生未接来电，我会拨过去。接电话的是周泽宇：“沈西，你来一趟医院，儿子出了意外受了伤，住院了。”我犹豫了一下，还是去了医院。不管如何，周逸然毕竟是亲生的，没有感情，也还有责任。我刚走到病房门口，就听到了里面激烈的吵架声，林雅琪尖叫：“周泽宇，你到底要多久才把你儿子送走？再不把他送走，我就要死在他手上！”
一尸两命了。都说了，依然没有不待见你，你为什么就揪着他不放？他从楼梯上摔下来都骨折了，你也没半点关心。周泽宇声音也很大，所以你想要看到我从楼梯上摔下来是不是？我死了，你就有理由和沈西复合，你们一家三口又可以团圆了。你够了，林雅琪，别在这里无理取闹，依然还要好好养伤。周泽宇没了耐心，那我就真正无理取闹一次给你看看。林雅琪咄咄逼人，反正我今天把话放这里了，要么你让你儿子滚，要么我就带着我肚子里面的儿子去跳楼。依然才10岁，你让他去哪里？周泽宇气的声音都在发抖。我不管他去哪里，反正我就是不要再看到他。林雅琪态度坚决，否则你就等着一尸两命吧。说完，林雅琪转身离开，结果一走出病房就和我撞见了。林雅琪看到我这一刻，明显愣了一下。我看到林雅琪也愣住了，这还是曾经那个纤细娇嫩青春的女孩吗？挺着孕肚，晃眼以为是高龄产妇，不过2年没见而已。沈西，你来这里做什么？林雅琪像炸弹一样，见谁都爆。听周泽宇说毅然住院了，我来看看他。你来看周毅然还是看周泽宇的？怎么，你想要趁着我怀孕期间勾引周泽宇是不是？这人有病吧？不过他随时随地发疯也不用意外。虽然这2年我没再见过林雅琪，但我和周泽宇在一起这么多年，也有共同的朋友，偶尔也听朋友说过，说林雅琪自从知道自己怀的是个儿子后，就开始不停地作妖。但凡周泽宇的公司有稍微好看点的女员工，他就去指着人家鼻子骂人家勾引周泽宇，非要逼人家辞职，也不允许周泽宇出门应酬。如果周泽宇去了，他就跑到周泽宇的饭局上大吵大闹，不知道让周泽宇损失了多少大项目，说周泽宇都要被林雅琪给逼疯了。我当时听着的时候就觉得有些好笑，怎么会被逼疯了？周泽宇可喜欢死了，林雅琪的活泼劲儿呢？我给我滚！周泽宇突然从病房中出来，对林雅琪怒吼，那模样想要吃了林雅琪。林雅琪估计也没见过周泽宇这么凶的样子，有点被吓到，下一刻又挺了挺肚子，似乎是有了很大的底气。他吼着周泽宇，你要是敢做对不起我的事情，我就死给你看。还有，你最好把你儿子解决了，否则我和你没完。林雅琪转身离开，周泽宇气的身体都在发抖。我在旁边就当在看一场笑话，是不是觉得我很活该？周泽宇突然开口问我，我收下嘴角的笑容，和我无关的事情，我不做任何评价。我也没想到怀孕后的林雅琪会突然像是变了一个人。我对你和他的事情没兴趣，我提醒他，我是看来儿子的。周泽宇不再多说，我走进了周毅然的病房，他躺在病床上，眼眶很红，显然是听到了他爸和林雅琪的争吵。看到我这一刻，眼里瞬间有了光，很激动地叫我妈妈。我点头，不太热情，只简单询问了一下他的情况。他今天放学回家，上楼时和林雅琪遇到了，他说是林雅琪故意把他推下楼的，可林雅琪却一口咬定是他不想要林雅琪再生的孩子和他争宠，所以他要把林雅琪从楼梯上推下去，摔死他肚子里面的宝宝。而林雅琪出于自卫，才失手把周毅然推了下楼。周毅然还说林雅琪对他很坏很坏，以前对他的好都是装的，自从她嫁给他爸爸之后，总是暗地里打他骂他，还说他是没妈要的野孩子，他总是给他吃鸡腿汉堡，他不吃了也强迫他吃，说他只配吃这些垃圾食品。周毅然越说哭得越厉害，我听着却很平静，只淡漠的提醒，这些事情你不该跟我说，你应该跟你爸说，或者你奶奶说，他们都不信我，只信林阿姨。周毅然哭得很伤心，他们只关心他肚子里面的孩子，一点都不在乎我了，他们都不爱我，都嫌弃我。妈妈，你让我跟你走好不好？周毅然紧紧地拉着我，我以后一定乖乖听你话，再也不说你不好了。妈妈，我知道你才是最爱我的，以前都是我的错，我不该那么说你，不该讨厌你，我错了，你原谅我好不好？周毅然一直哭一直哭，他真的很怕我不再要他了，可我是真的不要他了。我将他的手推开，温柔却又疏远地说道，毅然，每个人都要对自己的选择负责，你选择林阿姨时，妈妈就已经退出了你的世界，可是我后悔了，我知道错了，你后悔了就应该改变你自己，不是来改变我。我平静地说道，而我现在的生活不会为了任何人而改变，特别不会为了你和周泽宇而改变。我冷漠地离开了周毅然的病房，不可能原谅，也从未想过原谅。沈西，你什么时候这么冷血了？依然是你亲生儿子，你就真的不管他了吗？你不觉得你很对不起他吗？周泽宇站在病房门口，狠狠地质问我。我停下脚步，有条不紊地回答周泽宇，首先，我按照我们的离婚协议，每个月给了他抚养费，我尽到了我做母亲的责任，没有不管他。其次，周毅然也是你的亲生儿子，且抚养权在你这里，你更应该处理好你的家务事，让周毅然有一个舒适的生活环境。最后，我们的婚姻是因你出轨犯错而破裂的，你没有资格说我对不起周毅然，真正对不起他的是你自己。周泽宇被我说得脸红耳赤，好一会儿，他似乎鼓起了莫大的勇气问我，沈西，是不是非要我给你服软？我莫名其妙地看着他，你这么做就是想要让我主动给你道歉，主动说我后悔和你离婚娶了林雅琪。好，我承认我错了，我当初不该被林雅琪勾引，我不该因为林雅琪破坏了我们的感情和婚姻，
不该和你离婚。周泽宇的悔恨显得又是那么高傲。他说：“我答应你，等林雅琪生下孩子后，法律可以允许我和林雅琪离婚了，我就立马离婚，和你重新在一起。”我保持沉默，是真的被周泽宇这番言语给震惊得目瞪口呆。我不知道一个人的脸皮到底有多厚，才会说出这样的话，才能说得这么理所当然。我知道你这2年一直保持单身。周泽宇又说道：“你现在不停地进修深造你自己，又坚持锻炼，让自己保持这么好的身材，不就是想要让我看到，不就是想要让我后悔吗？所以你觉得我现在的生活是为了做给你看的？”我不由得笑出了声。沈西，我们也不年轻了，没必要再走那么多过场，你自己见好就收，我真没有那么多耐心。周泽宇似乎并不想和我废话，他说道：“我手上还有一套大平层，你和儿子先搬去那里住，等我和林雅琪离婚后，再让你搬回别墅来。”我没说话，就看着周泽宇笑。周泽宇有些窝火：“你笑什么？太高兴了。”我笑，这世上怎么会有这么厚颜无耻的人？沈西，周泽宇怒火冲天：“我不知道你哪里来的自信，觉得我会和一个不负责任乱搞男女关系，还狂妄自大的渣狗复婚？我是有病吗？你最好想清楚你在说什么。”沈西，我只是看在儿子的份上，给你一次回来的机会，你别得寸进尺，这么好的机会你还是留给别人吧。我承受不起。又一字一顿补充道：“也不稀罕，你少在这里阴阳怪气。”周泽宇难掩愤怒：“你不会真以为你离异还有个10岁的孩子，且30好几的女人会有男人要吧？他们都是和你玩玩而已，哪个男人会真正娶这样的女人当老婆？你不都能2婚吗？”我讽刺：“男人和女人能一样吗？男人可以浪子回头金不换，女人呢？”周泽宇轻蔑到了极致，原来这就是周泽宇可以肆无忌惮婚内屡次出轨的原因。身为男人，可真是把他给得意到了。我不劳你费心了，就算这辈子没有男人要，也不会再考虑你。我直接拒绝。未等周泽宇开口，我又说道：“再说了，谁说女人就一定有男人才能活？我为什么不可以独美？我一个人生活得好好的，为什么非要去伺候人？钱我不会花吗？日子我不会自己享受吗？我是缺胳膊少腿了，一定要找个男人。”周泽宇被我说得脸红耳赤，我越说越觉得好笑，就笑着离开了。真不明白，这都什么年代了，周泽宇的男权主义怎么还能这么理所当然？上辈子真是脑壳被门夹了，才会忍受了他一辈子。这次和周泽宇不欢而散之后，他没有再来纠缠我，我也顺利留校读博，继续在我喜欢的学术界探索。一次大学同学聚会，我本来不想去的，抵不住曾经最好的室友软磨硬泡，还说周泽宇不会去，说他家里一堆烂事，不可能来，我才答应了去参加。饭席间，同学忍不住的八卦：“你们知道吗？周泽宇被他那个小老婆差点整死了。”说着又回头看了我一眼。“沈西，你不会介意我们说你前夫吧？你都说是前夫了，我有什么好介意的？”我笑着说道：“那我不管了。”同学疯狂爆料，周泽宇的小老婆是个做精，做天做地，仗着自己母凭子贵，就各种让周泽宇在外人面前难堪，不准他公司有好看的女员工，还去他的饭局闹事，周泽宇的公司都要被他搞垮了。据说还要把周泽宇的大儿子赶出家门，给他儿子让位。但这都不是重点，还有更炸裂的。其他同学都很好奇，都在问他是什么。同学表情夸张地说道：“周泽宇那小老婆刚出生的儿子，居然不是周泽宇亲生的，真的假的？不会吧？怎么被发现的？”同学们七嘴八舌地问道：“生下来不是要给孩子测血型吗？他儿子是 O 型血，周泽宇是 AB 型，怎么都生不出来 O 型血呀？那周泽宇不是气炸了？这不是被人戴绿帽子吗？关键是他小老婆还一直仗着这个儿子无法无天，周泽宇不得杀了他小老婆呀！”同学忍不住感叹，就是听说周泽宇差点把他小老婆打死了，现在2个人好像在走离婚程序，因为周泽宇打他小老婆，听说离婚时还要被狠敲一笔。我在旁边听着，谁说没有点大快人心？室友在旁边笑嘻嘻地问我，听听八卦，也觉得同学会来得值了吧？我点头，确实，让人心情挺好。然而同学会即将结束时，谁都没有想到周泽宇突然出现了。今晚上说了他一个晚上，突然看到当事人，大家还有些尴尬。结束了吗？反倒是周泽宇显得很自若。结束了，班长连忙说道：“不好意思，有点事情来晚了。”“没事儿，下次大家再聚。”班长直言道。以往可能还会组织多陪一下周泽宇，现在直接就散场了。周泽宇也没多说，同学们陆陆续续离开。我因为喝了点酒，也没开车，站在马路边打车。“我送你。”周泽宇摁下车窗。“不用。”我拒绝。“走吧，顺路。”“真不用。”周泽宇没办法，他停下车走到我面前，我当没有看到。“你应该听说了吧？我被林雅琪耍了的事情。”周泽宇问我。“刚听说。”我也没有掩饰，毕竟真的很好笑。我今天和林雅琪正式离婚了。周泽宇看着我，我没搭理，毕竟和我无关的事情，我也没兴趣。上次是我诚意不够。周泽宇突然低声下气地对我说道：“其实我早就后悔了，就是拉不下面子来求你。”我看着他，觉得很好笑。现在拉了下面子了，该不会你突然没人要了吧？可男人不是浪子回头金不换吗？沈西，我承认我之前说话有些过分，但我真的不是想要伤你，我只是不知道该用什么样的方式才能让你重新回到我身边。
周泽宇无奈地说道，所以才会用激将法。我谢谢你的激将法，成功让我觉得你更恶心了。周泽宇被我说的脸一阵红一阵白，他说，沈西，对不起，我真的知道错了，我发誓，以后我再也不做对不起你的事情，我们重新开始吧。我、你，还有我们儿子，我们一家三口，一家三口，这几个字，他怎么好意思说出口的？我听着都要忧了，跟我回家吧。周泽宇伸手拉我，被我完美避开了。周泽宇有些尴尬，儿子还在家等我们，他这几年一直很想见你，也很后悔曾经对你说过的那些话。其实不只是儿子，我也后悔了，所以你能原谅我们一次吗？不原谅。我摇头，给了非常肯定的回答。沈西，凭什么你们后悔了我就要原谅？那我曾经遭受的那些算什么？我冷笑着问他，我用一辈子换来的醒悟算什么？什么一辈子？周泽宇有些不明白，我也没必要解释，冷漠道，从我们离婚那一刻开始，我们之间就彻底结束了，你不用再浪费时间来找我，也不用拿儿子来求和，都没用，不仅没用，我还觉得你很烦，因为你影响到了我的生活，你是不是担心我不会真正改过？周泽宇问我，跟我没关系，换成是我也会有担忧。周泽宇似乎还很理解我，他说，我会做给你看的，我要说的多明白，我不会再和你复合，你不一直保持单身吗？周泽宇认定了，我单身就是在等他改过自新，我无力再解释。周泽宇太自信了，他就是觉得他只要回头，我就一定会在原地等他，随他吧，反正总有一天他会发现我早就走远了，是他追不上也配不上的地步。半年后 A 大百年校庆会，所有 A 大的学生都可以回来参加校庆，学校很热闹，而我作为学校优秀毕业生，站在了大礼堂的演讲台上，台下坐满了人，包括周泽宇也在其中。他大概不敢相信我会站在这么耀眼这么有分量的演讲台上，而我身后的大屏幕上是这些年我在学术界的所有成就，这些成就可以让我在学校100年历史长廊上留下永久印记的存在。我的演讲结束后，全场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我恍若还听到有人在高呼，学姐好棒。我笑着鞠躬离开，走在学校的校园里，很多学生慕名而来，要和我合照，要我的签名。好不容易打发了一波一波的学生，我就看到了周泽宇带着又长大了不少的周毅然出现在了我的面前。周毅然很激动地说道，妈妈，我刚刚在礼堂看到你的演讲了，我真的好自豪。我听到周围的人都说你好厉害，我淡淡的笑了笑，礼貌性的表示了感谢，然后转身就准备离开。沈西，周泽宇有些紧张地叫着我，我转眸看向他，他看着我的眼神依旧还带着诧异，似乎不知道从什么时候我开始变得和他印象中那个只会围着儿子转的中年妇女完全不同了。他由衷地说道，你今天真的很厉害，我没想到你在学术界居然会有这么大的成就，所以你有自知之明了吗？我问他，带着讥笑。周泽宇脸上有些尴尬之色，但很快就掩了下去。他说，我并不是因为你现在的成就才想要和你复合的，我之前不知道也一直在求和，我知道你一直怨恨我当初背叛了你。周泽宇很慌张地说道，似乎终于发现我离他好像越来越远了。他激动地说道，我其实一直喜欢的是你，我当年对林雅琪只有新鲜感，还有就是男人的虚荣心，但我从头到尾都没有想过要和你离婚，我和林雅琪都是逢场作戏，我觉得我听到了这辈子和上辈子最大的笑话，但我没有打断他。周泽宇悔恨莫及地说道，当年为什么我一直要儿子的抚养权，就是为了不和你离婚，因为我知道你舍不得儿子，可我没想到你真的就放弃了抚养权，而我骑虎难下，只能硬着头皮同意离婚。但离婚后我也没有想过要和林雅琪在一起，我一直在等你回来，我甚至每次和林雅琪上床都做了避孕措施的，我想都没有想过要让她怀孕，所以我还要感谢你，身心都出轨了，但大发慈悲的为了我，在和别人上床时戴了套。林雅琪说她怀孕了，我也没有多想，压根就没有怀疑过林雅琪会给我戴绿帽子，我以为是避孕措施做得不够好。说到这里的时候，周泽宇还是难掩愤怒，他停顿了好几秒才又开口道，林雅琪非要我给她一个名分时，我其实并没有答应，你还记得那天晚上我给你打电话吗？只要你说不要我娶林雅琪，我就不会娶她，但你什么都没说，我一生气就答应和她结婚了，直到我和林雅琪结婚当天，我都还等着你来阻止这场婚礼，只要你来，我一定会选择你，可你没有，我只能和林雅琪结婚了。我听着周泽宇口中那些所谓的他爱我，只能说真的很难评。他痛苦不已地继续说道，和林雅琪结婚后，林雅琪疯狂作妖，她让我在整个商业圈都成为笑话，那个时候我才真正深刻地知道你曾经到底有多好，对我有多包容，我甚至恨不得马上和林雅琪离婚，和你重新在一起，但她一直怀着孕，法律上不允许我和她离婚，所以我希望你可以等我，甚至想要利用儿子来让你回心转意，可你一直拒绝我，你知道我有多害怕吗？我真的很害怕，再也找不回来你了。周泽宇眼眶都红了，我却觉得无比可笑，至少
我那时一点都感觉不到他在害怕，他在我面前依旧高高在上。后来林雅琪生了个儿子，但不是我的，我愤怒至极，心里却又松了口大气。我终于可以立马和林雅琪离婚，和你在一起了。周泽宇看着我，眼底都是期待。沈西，对不起，曾经的我错得离谱。从今以后，如果我再做对不起你的事情，我就自断双腿。妈妈，我以后也一定乖乖听你的话，再也不伤你心了。周毅然跟着发誓。我看着他们父子，看着他们的悔恨，看着他们的深情，看着他们的期待，可我还是无动于衷。周泽宇看我没有反应，又开口道：沈西，回到我们身边好不好？让我们弥补曾经对你的伤害好吗？不用了。我摇头，那些伤害我早就自愈了，不需要他们，更不稀罕他们。沈西，周泽宇，你不觉得你现在已经配不上我了吗？我打断他的话，嘲讽他的自以为是。周泽宇连忙表明态度。沈西，我喜欢的是你这个人，不管曾经的你还是现在的你，不管你是否优秀，可我为什么这么优秀了，还要来捡破烂？我好笑地问他，根本不给他留半点颜面。他脸有些红，是羞愧吧？但他依旧没有放弃。他说：沈西，你不是一直单身吗？所以单身就成为了他认定我会回到他身边的理由了。我笑了笑，把视线看向了一边。陈哲成快速走到我的身边，很自然地把我搂在怀里，分明是迫不及待等着我招呼他。他主动和周泽宇、周毅然打了个招呼，前夫哥，还有大儿子。周泽宇的眼眸紧紧地看着陈哲成搂抱在我腰间的手。沈西，你为了拒绝我，至于随便找个男人，不是随便。我知道周泽宇要说什么，但我没耐心了。我直言道，我单身这么多年，是因为我觉得一个人很好，现在不单身了，是因为我觉得这个男人很好，好到我愿意和他开始一段新的婚姻。我看着周泽宇难以接受的神情，再补了一刀，所以我单身与否和你无关，只在于我自己的选择，而你在我心中就是个嘚儿。说完，我和陈哲成相拥离开。离开时，陈哲成突然回头说了句：沈西怀孕了，双胞胎，他是懂怎么杀人诛心的。我没回头看周泽宇和周毅然的表情，只依稀听到周毅然带着哭腔问周泽宇：爸爸妈妈这次是真的不要我们了吗？周泽宇压抑着声音，真的不要了，早就不要了，是他自己一直在自欺欺人而已。